花4年时间用20万在农村自建别墅，到底值不值？这是我自驾旅行云南文山州的路上，本来这天我是开车经过这个村子，看到门头上有一个千年壮寨的名号，就打算进去瞅瞅。然后遇到了这位热情的阿姨，还有这2位正在自建房的大哥们。说到这儿啊，我真的是欲哭无泪。今天的故事啊，你要是耐心看完，或许你会同情我的遭遇，因为全程实在是太狗血了。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波妞，这个是安妮啊。咱们呢上期视频也去过一个寨子了，也是壮族，那是我第一次探访壮族村落。咱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千年壮族村寨啊，然后呢，它有一座铁索桥是进村的路啊。这个寨子呢是依山傍水的，非常的漂亮啊，这样看过去还是挺美的。这2天连续降了暴雨之后呢，然后这个河水都变成浑浊了啊。我现在很期待啊，看看能不能今天遇见咱们的有缘人。Let's go， 出发！咦，这上面挂的这个是什么？祈福的吗？这个树啊，这上长的吊的这个东西，看着好奇特啊。这样走进寨子啊，感觉还挺不错的啊。哟，那里还有那个水车啊，走了，快就，感觉真好。听说这个云南人喝酒很厉害啊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啊把我们贵州的特产啊碧春酒又带过来了啊，我决定在这个村子里面找到我的有缘人啊，看看能不能把这2瓶都给干完啊。这样走进来看着，说实话有点失望啊。这个号称千年壮寨的，你看到处都是水泥砖房啊，这感觉有点就是影响观感。但是他们这种老房屋也挺多的啊，看他们那个建筑的房子的结构了吗？挺有意思的，我很喜欢这种小楼台。今天这个有缘人在哪里啊？我到现在心里面有一点感觉不妙啊，就因为这个时间点你进来都没什么人啊。马壁村是云南文山州广南县的一处壮族村落，第一次接触壮族也是来到文山才正式了解到。之前的视频就是在村里吃了一顿老奶洋芋，因为这位大叔做的实在太好吃了，让我念念不忘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千年壮寨的名号时，我对这个村子啊更加好奇了。我看到这个河岸边上啊，他们这个水车在这儿看着还挺漂亮的，看看有没有人在家。嘿，你好，主人家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完了，不理我呀！啊，他们这个房子挨得很密集啊，你想下到边上去的话没有，它就只有一条小路进来，通到别人家里面。啊，你有点难搞啊，这个刚进村就有点不太顺利啊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天气有多怪啊，显示的是一直在下雨，但是它就是大晴天，它过一会儿可能啪的一下，那个雨就来了。啊，他们这个房子好有意思啊，感觉都是吊脚楼啊。壮族的这种吊脚楼跟这个苗族的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，就是这个砖房啊，特别影响整个寨子的这个美观啊。喵，那里有只小猫，嘿嘿，好像都没人在家。壮族人非常的勤劳啊，他们云南这边的，就这个点看不到人在家的。这个也没人在家嘞，啊，他这个好像可以走到那边去啊，这门也是锁起来的。哇塞，走到这里面来感觉就非常好，是我想要寻找的地方。但是这路上进来一个人都找不见了，再进来看看，啊，这个也是锁着门出门了，都去哪儿了？不是，我就说人都看不见就算了。连只鸡也找不到，连只鸡都没有。你看这些门锁都是锁起来的，这个时间点基本上感觉完全看不到人在家。寨子这么大，但是连人的踪影都见不到啊！啊，这个也是锁着门的。你说他们搞得这么大一栋啊，在这里面，像这种房子建一栋下来，这个毛坯要花多少钱呢？在村里逛了一圈啊，这大中午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在家，即便是有人看到我就躲了起来。我这是犯了啥事儿啊？不过我这人就是脸皮厚，我一贯秉承着既然来都来了，我今天不论如何都要在这个村子找到我的有缘人。然后就遇见了这位阿姨站在2楼招呼我。看到这儿，正片终于开始了。这是你们家呀？是啊，修这么大一栋？没有那么大。这个修了多久了4年了吧？4年了。你这个花了不少钱吧？应该？20多万。才20多万？
哇，这么漂亮建的，真的好漂亮啊，房子。来家坐。可以啊，我们反正也是逛逛。这个阿姨还挺和善的。哇塞，他们这个房子这么大一栋才20万，这个毛坯啊，不可能吧，兄弟姐妹们，20万应该建不起来吧？在我的印象中，这种毛坯哪怕是毛坯啊，你看这么大一栋，少说也要40个 W 了。如果说再含上内装修，包括瓷砖贴墙那些，估计算下来也不少钱呢。这人家讲，哎，安妮，接到外面。哇，你们这个房子框架好大哟！哇，你们这个房子这么大一栋，你才花20万啊？没有那么栋那么小。自己人建吗？是我们自己住的。哇，那你厉害哦！我们还要出去打工。还要出去打工啊？那今年没出去吗？今年还要打算出去啊。还要打算出去啊？嗯。那我看你们这个房子有4层哈。4层呢。如果你全部装下来的话，那不得最少都要花30、40万啊？是啊。那你这个房子建下来，差不多也就60、70万了。是啊，做完了可能60多万吧。这要是在我老家，20万搞不了。你要打地基，光是这个材料费呀，自己搞人工费少嘛。是啊。我能上去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我也想在老家建房子，我贵州遵义的。贵州遵义。啊，贵州遵义的。看也好像也是才做好没多久，对吧？是啊。你这个挑高有多高啊？3.8米。3.8米哦，对。我天，好高！这个挑高，这个挑高再吊个顶，搞个洋式小洋房了。你这个婆婆，你好。大家听不懂你们说。她听不懂啊？只能听得懂状话是吧？状话。哦，她在做什么呀？这个是？不知道说编什么，不知道怎么叫。好。哦，叔叔吗？这是？这是我公公啊。爷爷你好。说普通话他听不懂。哦。4楼那里是做凉亭的。做凉亭的。哦，其实总共就3层。3层上面是凉亭。真的好舒服，20万就建出来了。20万在城里面要是有这么大一栋发了，真的。你们这边壮话的话，说你好打招呼的话是怎么打招呼啊？木马。木马。那奶奶呢？叫奶奶的吗？就叫奶奶。爷爷呢？也叫爷爷。爷爷是叫爷爷的。哦，花20万在农村自建房只是一个主体，我不知道在你们那里啊是贵还是便宜，但据我这些年走南闯北的经历来讲，20万这么大一个主体框架已经算很便宜的价格了。当然，要是算上装修，那这一套房子保底也要花上个60、70万的价格。其实这么算下来，在农村有这么一套房子，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了。哎，谢谢。爷爷奶奶他们拍不拍照？我给你们照个相，我可以洗出来的。可以洗出来啊？啊，对。那从工头上找的你的呢？他说不照。不照，你照不照？我可以给你照一张。等一下他过来了就一起照。还有谁啊？我老公啊。哦，叔叔啊。到时候你们可以一家人照一张，我呢就可以给你们洗出来送给你们。那我们现在再去逛逛。好。啊，再去逛逛。那你们逛了，等一下过来我煮吧。在你们家吃饭啊？走的时候啊，阿姨也很热情的留我吃晚饭。不过呢，我为啥还是走了？因为阿姨家里还有2位老人。很多时候你们说我情商低，其实我也察言观色了。要是家里还有其他成员，我会留意其他人的言行，要是不对劲啊，我也不会死皮赖脸的留在这儿。你不能光看他一个人的热情度，不然去家里面吃了，这个老人家对儿媳不高兴的话，就对人家造成了麻烦啊。我们直接去这边碰碰运气了啊！好多人家户啊都在建房子。婆婆你好。啊。奶奶你好。啊，听不懂。不懂。他们这栋房子就完全建在这棵大树下边啊。我们把这边的寨子几乎都逛了个遍，没啥人。有人在家，基本上都是听不懂什么话之类的。我去，他们这边家家户户都在建房子呢，你看。然后这边也在建啊，这个也建得挺大的。嘿，哥你好，你们这个房子还建得挺大的呀？是你家吗？你们准备建几层楼啊？这个3层。我天，你这个要花不少钱呢，哥哥。你们是哪里的？贵州遵义的。是吧？啊。对，你们建这个房子，这个主体建起来大概要花多少钱啊？那30万。还有装修，还有那个主体。装修的话，大概要花多少钱啊？80多万。
80多万，哇，你们有钱哦！来，抽一根儿，哥。啊，谢谢。来一根儿，哥。有钱啊，你们还是？哎，哪里有钱？你们大老板才有钱。我们什么大老板？我们也是旅游的。我们是农村人，哪里会有钱哦？我也是农村的，贵州农村的。你们这个房子要建多久啊4个月左右。就你们几个人啊4个人， ？4个人就建起来了，厉害啊！那么小的房子，还小啊，这个房子啊，这房子一点都不小了。他们这个不人工卸啊，你这个是坏了好多喽。没办法，我们农村没有刹车，就这样倒喽。这个几毛钱一块砖啊？这是5毛。就是他整车拉过来5毛一块。你帮他干活，你们这个干活一天收钱吗？200-300左右。200-300左右。哦，全部建起来有多少平方啊178左右。哇！就在我和2位大哥聊了一会儿后啊，为了不打扰他们工作，我就去旁边又转了一圈，确定找不到人以后啊，就在我回走路过大哥们身旁时，这位大哥突然发出邀请，让我去他家中做客，这才迎来了故事的高潮。哦，在对面啊。嗯。哦，这样子啊。你们这边有什么特色吃的吗？我还提上要求了啊。你说真的还是假的？去你们家吃饭？啊，是真的，哪里会是假的？可以，感谢哥，来，再来一根，来嘛，再来一根，来一根，来嘛，来，拿着，辛苦。我说来你们村子里面，因为你们这个是千年壮寨嘛，我刚刚路过的时候我就看到，我说这个千年壮寨这个名号把我唬住了，我说我就进来看看，找一个什么特色菜吃。这里有一个山有一家。那个是农庄嘛？是。我喜欢在当地人家里面，他们自己弄那种吃的。对。辣药哦。啊，等下就走到那里，等我们下班了，我就回家了。真的？对。谢谢。哎呀嘞，你都这么热情，我还。现在5点钟我就下班了。可以。我是一名摄影师，而且是专业的。我可以给你们夫妻俩照个相，我给你们把照片可以洗出来送给你们。你要不要叫上你老婆一块拍啊？哎，我不照也得了，光照我也得了。阿姨，照不照啊？不照啊？长得太丑了。长得太丑了。行，那你做你的，我帮你照一张啊。我叫你的时候，哥啊，你就回头看我一眼就可以了啊。好嘞。好，准备啊，3、2、1，看一眼我这儿。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嘛，没想到这位大哥主动发出邀请，那我肯定欣然答应了。不过呢，2位大哥还要再忙一会儿，叫我去村口桥头的位置等他们。于是我也趁着这个空档时间，先去给他们把照片打印出来。可接下来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狗血的一幕终于发生了。我现在给2位大哥的照片都做出来了哈，你们最喜欢哪一张？这个呢就是我们进村的路啊，千年壮寨，我就在这里录的视频开头。这个是进村和出村的必经之路啊，我就在这里等他们啊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嘿嘿，希望会回来的，哥，你可千万要回来啊，哥。担心大哥回来的时候找不到我，于是我就站在桥上苦苦的等待。我看着村民们来来回回，人们也干完活回家了，我就这样一直等啊等啊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。完了，大哥不会随我了吧？怎么还不来呀？都要6点钟了。他不是说5点钟下班吗？我现在呢，准备用无人机看一下，因为从这个位置过去啊，要走很远，大概要走10分钟才能到他那个位置。我实在是不想走过去啊，因为你们看一下这个路啊，过来要很远的其实。然后我在这里等了将近2个小时了，太阳都要下山了。他的位置就在这里啊，我用7倍长焦看一眼，他有没有在干活？啊，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没在呀，完了啊！这会儿天都快黑了，我都已经拒绝那个阿姨了啊！我本来想着不想跟阿姨添麻烦，你们懂吧？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得去问一下旁边的人。这里有个小卖铺啊，我们问一下。看，太阳都要西沉了。老板，我问一下路呢？你认不认识这个照片上的这个大哥啊？认识的。他就是旁边的哦。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他，我跟他拍了照片，决定送给他。好像不在家了，上面走过了。做客，你能带我去一下吗？在哪里？
他如果不在家的话，我就跟他放在门口。走吧。我就在这里啊。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大哥，好尴尬呀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哎呀，我今天非常郁闷，相当之郁闷。航拍看了一圈没找见大哥，然后去他家也没找见人。其实吃不吃这顿饭啊，对我来讲真的无所谓，我就想把照片亲自交给他们，想听听陌生人对我的赞美，我也觉得值了。由于我容易低血糖的缘故啊，实在等不了后，决定在村里的农家乐随便吃一顿，没想到却让我发现了美食宝藏之地，才有了接下来这尴尬的一幕。你推荐一下来，我们吃啥？三个人呢？啊，对，这狗什么狗啊？是吧？什么狗啊？你先别问狗了，老板，我们做吃的啊。你这上面烤鱼25块钱一斤是吧？还有啤酒鸭，吃烤鱼还是吃鸭呀，兄弟们？但是感觉啤酒鸭好吃点。啤酒鸭太慢了。那就做烤鱼嘛。我们3个人的话多少斤呢？是什么鱼啊？鱼草鱼。你推荐的什么鱼好吃吗？都一样的。都一样哈。那行，听你安排。我们3个人吃多少斤？3斤。OK。那搞啊。搞啊，肯定搞啊。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咦，这个是什么花呀？哦，好漂亮啊！这个你看，哇塞，你看它这个红的好漂亮。他们这个生态鱼馆还不错，兄弟姐妹们，别叫了，有口福了哎！今天一看应该就挺好吃的。你们看一下这茅草屋，这么一栋房子，在这个大山的村子里面，生态鱼主打。有多少鱼啊？2、3千斤鱼，我去，25一斤。你们觉得贵了还是便宜？我个人觉得便宜。3个人25的话多少钱？才70，挺划算的。说实话，哇，这个鱼看着真的2斤多一点，这里。2斤多啊，够吃了。不够吃我们再炒点菜嘛。还要备菜啊，对。在这样的大山里还藏着这么一个农庄，看着环境和氛围，这味道应该不会差。而且25元一斤的价格，如果真的是生态鱼，没喂过饲料，那真的很值了。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啊？一会儿啊，咱们就用烤鱼配上咱们贵州的碧春酒来解乏。我今天一个人看看能不能干一瓶啊！我心里面现在很不开心。咚咚咚咚，好了啊！哇塞，好香啊！今天兄弟们有口福了，干饭！美食评鉴时间现在到了，我先尝尝这个配菜啊，看老板做的怎么样啊？我靠，真好吃！你快尝尝，快尝，这味道真不错啊！这味道真的可以，兄弟姐妹们，我没吹牛，尝尝这鱼啊，绝了！这应该是我本年度吃到目前为止，我个人认为哈 top one。没想到来到这边遇到这么一个农家乐，吃了这么好吃的菜，而且特别是这会儿哦，外面都是那个知了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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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叫声，你知道坐在这样的氛围里面，吃上这么美美的饭，我的心情都变好了，这会儿是吧？今天我要给我们这个小团伙整点咱们的贵州的特产啊，宽子，今天我们就不走了啊，就在村里面住着，明天我们要去找那个大哥，这个倒出来就有香味儿啊，我只能说他们没口福啊。来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今天开开心心的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太有实力了，太有实力了啊，看着就很好吃，兄弟姐妹们，真的太香了，这个太香了。就是我们去很多店，就他们那个土豆都没炖熟，但是这个炖的糯糯的很熟啊，而且它这个土豆是本地的土豆，
哇，这个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再加一块这个薄荷，有多少人吃得来这个薄荷叶的？啊，很多人可能吃不来。哇，美滋滋啊！我一点都不吹嘘，下一次你们来这个地方，自己来体验一次就知道了。我不是跟老板做广告哦，真的不是。来，收起。哎呀，可以啊，怎么样，馆长？这也喝着还不错。我之前拍了那么多期视频，叫你喝你不喝，哎，可惜了，今天那个大哥没口福。那不是嘛？并且啊，这酒喝着不辣喉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喝着有股茅子的味道。本来就是啊，它用的是茅台的同工艺同原料，而且它用的是茅台的16株保密菌种酿出来的酒。我要的就是这个味儿，我跟你讲。我老爹也喜欢喝，回头给他整2件。可以，哇，太爽了，这个味道，哇，太香了，这个，我得夸一下这个老板，做的太好吃了。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头一回进村没吃上饭，来到当地的农家乐吃饭啊！哇，非常喜欢吃这个鱼皮。来，兄弟们辛苦了啊！一路奔波辛苦了。哇！我找了半天，我在找这个，我的妈呀！你们知道这是啥吗？哇，我吃了转圈圈。你不能再喝了，哥。宽仔，不能再喝了。今天高兴，别喝了，高兴，来，别喝了，来，真的别喝了啊！我求你了，别喝了。这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，毕竟跑了这么多地方，我还没有今天这么曲折，内心里面肯定多少有些不开心。正所谓一醉解千愁，有啥不开心的事儿都会随着杯中酒咽进肚子里。啊，走啊，就在这里啊！走了，快点。走不动了。你还行不行啊？放我下来，我还我背你，你姐姐都这样子了，开心了吧？今天？要掉了，要掉了。